这一下，男子自然吃了一惊，情急之下急忙催动自身剑诀。白虹一阵回绕后，竟化为一只数丈长的巨蟒，一盘后就将那黑色光幕围在其中，血盆大口一张，拼命地撕咬起来。那不起眼的黑幕仿若金刚铸成一般，巨蟒盘绕还是撕咬，根本毫无作用。白衣女子瞅过来时，正好看到这一幕，不禁心中微微一震。对方敢抢结丹修士的东西，果然有所依仗，心中如此猜想。女子却毫不迟疑地用手一点远处的飞刀，法宝一阵轻颤，顿时化为银红激射而出，下一刻也狠狠地斩在光幕之上。结果银红围着光幕连斩数下后，光幕安然无恙，晃都不晃一下。白衣女子和男子互望一眼，同时从对方眼中看出了骇然之色。你们几个不要管那车中的家伙了，赶快布火焰阵来炼化此人。女子突然一扭头，发出了尖叫。那几名筑基修士一听此命令，不加思索的纷纷祭出了火红法旗，顿时一团母许大小的火云浮现在光幕上空，并徐徐压下。好，很好，也省得韩母再费些手脚。光幕中此刻传来了韩立淡淡的一声言语，随后突然光幕顶部光芒闪动，一个黑绿色的婴儿笑嘻嘻地出现在那里，手中还拿着一杆乌黑的小幡。元婴，你是元婴期修士？且慢动手，我等马上就走，绝不敢和前辈抢东西的。一见婴儿显出原形，女子如大锤重击心头一般，面无人色，知道自己刚才犯了一件蠢事，急忙慌张地开口哀求，同时神念一动，就要召回自己的飞刀法宝。但是这时韩立的第二元婴却发出了细细的冷笑，一招手中小幡瞬间狂胀，化为了数丈之巨，黑漆漆的魔气从上面狂涌而出，比火云面积还要大得多的魔云一下出现在了光幕上空，无论飞刀巨蟒还是火云，都在魔云翻滚高涨之下被淹没席卷进了其中。一男一女还有几名筑基期的修士就在此时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法宝法器联系。阴罗幡，你是阴罗宗执法长老？早已目瞪口呆的男子一见此番模样，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当即周身灵光闪动，立即化为一团刺目的白光遁空飞走，竟连自己的本命法宝也不顾了。白衣女子一听男子叫出了对方番旗是阴罗宗镇宗之宝时，也是倒吸一口凉气，也不多想，数道法诀打入巨符体内，同时狱卒猛然一点巨符，巨符身形骤然大了3分，身上绿光大放，一声怪鸣后化为一道绿虹破空遁走，正好和结丹男子相反的方向。魔宗睚眦必报的习惯，此女可不寄希望这位阴罗宗老怪真会住手，同时心中也大恨男子多事，否则刚才回去不就一切无事了。那几名筑基期男女修士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同样一哄而散，玉气飞走。魔云中青光一闪，韩立身形浮现在了其上，看着这些大进修士四散奔逃的背影，嘴角泛起了一丝寒意，一拍储物袋，10几道白光从袋中飞出，化为半尺来长的雪白蜈蚣激射而去，两两一组追向那6名筑基期修士。与此同时，巨帆上黑芒闪动，出现了一个数尺大的黝黑孔洞，一只身上带着黑气的巨大噬金虫从孔中飞出，双目血色闪动几下，猛然一展双翅，化为了一道金光，直奔结丹男子急追而去。而黑绿色的元婴一等噬金虫飞出，一下纵身跃入了阴罗幡中，驱动它一头扎进了下方魔云。魔云骤然翻滚不定，忽然发出一阵阵刺耳的惊鸣，冲空而起，一晃之后出现在100余丈的高空处，直奔逃走的巨符滚滚追去。黑蒙蒙的遮天蔽日情形如同魔神降世一般，韩立却浮现在空中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远处的那些突兀族凡人何曾见过这种等级的大战，再加上
见到几位仙师竟都已经毙命，更是吓得远远跑开。偶尔有几个大胆的留在附近，但见韩立这般威势，也根本不敢来近身。韩立倒是乐得于此。几乎刹那间的功夫，那6名逃走的筑基期修士就被雪白蜈蚣先后追上。这些筑基期修士又怎会是6翼双弓的敌手？虽然只是幼虫，但是连那结丹修士都畏惧的寒气之下，根本毫无幻化之力的被化为了巨大冰块，然后连人带元神都被钻入的蜈蚣撕成了粉碎。那名化为白光遁逃的男子，因为没了本命法宝，遁速也不比几名筑基期手下快到哪儿去。片刻后，同样被巨虫追上，结果在满面绝望之色下，魔化噬金虫轻易地咬破了男子数层护罩，并钻入了体内。当即男子就在空中直接坠落地面，抱头痛哭，乱地打滚，一会儿的功夫也就毙命了。倒是那位白衣女子的巨符虽然等级不高，但似乎擅长飞行之术，又在数道法诀催击之下，竟是遁速奇快无比。但和韩立第2元婴驱使的魔云一前一后飞出了数十里后，终究是被漫天盖地的魔云毫无怜香之意的罩住，从此此女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世间。但第2元婴驱使魔云重新返回时，韩立手中把玩着那颗血晶珠，正看着被大晋修士丢在地上的某具东西，脸上全是纳闷无语之色。这所谓的东西，正是那位被大晋修士擒下不久的彪悍青年。不过一具尸体被称之为东西，倒也没有什么不妥。看着地上气息全无的青年尸体，韩立喃喃低语了几句，这可不是他下的毒手。而且当他想将男子救醒，问一下大晋修士来历，此人已经一脸乌黑，服毒自尽。看来这青年也够狠的，知道此次在劫难逃，事先服下剧毒，才出来应战。这样一旦被擒，倒也不用怕炼魂之类的痛苦。不过精魂消散的如此之快，看来是另有什么手脚。韩立摇了摇头，心中颇有些哭笑不得。这位若是地下知道，原本可以被人救下，但竟然因为自杀错过了生机，真不知道会露出何种表情。不过韩立和此人素不相识，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多想，一个小火球射出，顿时将青年的尸体化为一团灰烬。片刻后，魔云飞遁而回。第2元婴手持黑帆现出身形，轻轻一挥手中帆旗，一阵狂风过后，所有魔气都被射入帆中，一个盘旋射向了韩立的天灵盖，一闪即逝，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韩立这才朝四周看了一眼，见那些突兀族凡人全都站在极远之处，有些畏惧地瞅向这边。好了，这里无法再待下去，你跟我走吧，在你毒发之前，还要将那密窟地址告诉本人。原来你是阴罗宗的长老，怪不得能轻易杀了冯神老贼，还有浩元丹这种珍稀的丹药。车帘缓缓掀开，风月头戴斗篷从里面走了出来，声音有些异样，带着一丝隐隐的激动。哼，阴罗宗长老，此事以后再说，走吧。韩立冷笑一声，就二话不说，放出一把飞剑，玉气飞空腾走。风月略犹豫了一下，就不再迟疑地跟了上去。顿时二人所化遁光一前一后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了天际之边。这时远处的突兀族凡人才胆子大的重新回到了车队旁边。几名首领一照面后，个个面面相觑，苦笑起来。如今他们雇佣的仙师死的死，走的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根本弄不清楚。几日后，此事终于传开，一下死了数名仙师，即使都是低阶仙师，也不是一件小事，特别里面还夹杂了来突兀族和圣殿做生意的大晋修士，更不能等闲视之。一些圣殿的仙师闻风而动，赶了过来，经过一番盘问分析，终于认出了凶手，竟是前些日子一连斩杀了数名元婴级仙师的外族人。
通过目睹此事的凡人之口，这位外族人的身份似乎也水落石出，竟是大晋10大魔宗中的阴罗宗长老。说出此话的既然是被灭的九仙宫修士，大概是不会错。况且突兀人又怎么不知道这一些？阴罗宗镇宗之宝鬼罗幡的威名，这让参加过堵截之战的部分仙师心中一凛。原来上次大战，这位阴罗宗长老还未使出全力，就连这种至宝都未动用。不过拥有这般神通和身怀鬼罗幡，恐怕这位阴罗宗长老也是排名前几的重要人物。至于此人为何会出现在草原，并对他们大打出手，这倒让另外一部分突兀人仙师有些恍然大悟。毕竟数十年前，死对头木兰人背后就有阴罗宗的影子。难道这位阴罗宗长老因为木兰人的失败，这次故意潜入草原深处来杀人复仇，或另有什么图谋？似乎也只有这个理由勉强说得通了。得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后，突人总算是安心了许多。毕竟敌人再厉害，知道来历目的后，可就好对付多了。一方面，天蓝圣殿立刻派出了大批修士前往大晋和草原交界巡视，以防阴罗宗的人前来接应他们的长老。另一方面，则集中了一批遁速极快的元婴级仙师，随时待命绞杀这位阴罗宗长老。不管对方身份有何厉害之处，都不可能让对方活着离开天蓝草原，否则此事一旦传开，以天蓝圣殿为首的天蓝草原修仙界可真就是颜面无存。于是这一次的开灵日，某处圣殿由圣女亲自主持开灵仪式，非常匆忙的仅花了2日就结束了。而再过1日后，在这圣殿后面一处防备严密的禁地中，100余名突兀人高阶仙师经过沐浴斋戒，逐渐出现在此地。这是一片面积近1000丈的巨型广场，中心处画有一个巨型大阵，光是镶嵌阵图上各处的终结灵石就足有100余块之多。此法阵中间的阵眼还建有一座5、6丈高的灰白色长方祭坛，古朴简陋，就是用普通的白石制成，而四壁雕刻的几道不知名的符文标志，没有其他任何的铭印。此刻法阵四周，光是元婴期上阶仙师就有10几位之多，这些人全都神情肃然和静静地站立着，似乎在等什么人似的。一顿饭的寂静后，有2女1男从禁制处并肩走了进来。走到最中间的是一名体型修长的银袍女子，白纱蒙面罩住了大半玉容，但秀发乌云垂肩而落，肌肤如酥如雪，一双美目清澈梦幻，让人心醉之息。一侧的男子是一名面容俊秀的青年，看起来只有30余岁的模样，但是目光闪动间却给人一种沧桑异常的感觉。另一边的女子却是一名身材丰满诱人的妖娆美妇，一身黄色衣衫，留有一头紫缎般的诡异长发，赤裸外露的双臂各有一个拳头大乌黑鬼头死死咬在其上，而这美妇却是秋波流转间丝毫不见痛处。参见圣女，参见圣女，大仙师，大仙师。四周的众突兀仙师一见这3人进来，全都微弓了下身子，表示了敬意。3人也向四周之人点头致意，走到了祭坛前3、4丈处，才停下了脚步，回转过来。诸位仙师，不必多礼了。这一次的召唤仪式，不光是为了追杀那外族人，还是让圣兽分身永久停留在圣殿的首次尝试。希望诸位道友一定尽力协助本宫。而为了这一次仪式成功率多一些，2位大仙师特意花费了10余年的功夫，采选了2只合适的祭品，用来这次施法。2位大仙师，先把祭品奉上吧。银袍女子优雅的一转身，如同天籁之音的悦耳话语声徐徐传出，清晰异常地传进了在场众人的耳中。其余的突兀人仙师一听此言，脸上大都露出了兴奋之色。